各位朋友，大家好。一个人呢，成长有两个途径，一个呢是上课，一个是上当。如果你不上课呢，就会上当。一个人认知也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教训。如果不被教育，就被教训。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学堂。我们在第一堂课呀，跟各位分享了是什么限制了你的财富与成长。我们总共呢做了5个测试题，从5个测试当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心智模式的障碍。于是我们终于得出个结论：是什么限制我们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那既然找到了我们的限制，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财富与成长。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伙伴、很多朋友、很多观众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第2堂课来探讨如何提升创业者个人财富和终身的成长。既然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找到了病根儿，就要把病根儿去掉。也就是说，今天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搬掉。一旦把这个阻碍搬掉了，那自然我们可以踏上寻找财富和追求个人成长的成功的旅程。那我们谈到心智呢，可能第1次课很多人没来参加，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自己拥有的机会。那今天有更多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那今天我们要了解阻碍我们的因素有5个。第一，就是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解答不一定适合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所以第一个要搬掉的障碍，阻碍你财富的就是你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很多经验都不适合现在乃至将来的发展，勇敢的抛弃它。第2个就是过去的成功。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你今天和将来一定会成功。很多时候，过去的成功往往会成为我们今天和将来成功与发展的障碍。第3呢，就是空间的障碍。我们每个人都受控一个空间，被每一个空间所限制。这个空间呢，有地理的空间，也有心理的空间，一定要把它搬掉，你才能够走出更广阔的个人成长跟创富的领域。第4个呢，大多数人呢看到了某种背景，却没有看到主题。而在生命的里程当中，唯有找到主题的人，才能活出生命的价值的意义。最后一个就是有很多人生活经历身上很真实，他们的生活实实在在，但是却从来没有聚焦过。当你没有把焦点放在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你的生命等于在浪费。好了，5个障碍怎么搬掉？再回到我们最终的根源，就是心智模式。什么心智模式？是指你过去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不同，进而形成自己对目前和将来某些事情的，注意6个字：定义、假设、结论的能力和倾向。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找到是什么限制我们的因素。要想真正的提升我们的财富、个人或者成长，那最主要的搬掉我们的障碍，就是说来改善我们的心智模式。那心智模式为什么跟财富和成长密切相关？我们来看一个成功的链环。这个链环呢，
也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真正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根基是什么？你的起点是什么？现在请各位呢，不仅要听声音，还要看屏幕，来看接下来我们的屏幕。心智模式是所有人出发的一个基础，在第一堂课我们已经了解到，也就是说，你心智模式好，你的财富会失而复得；如果你心智模式不好，你的财富会得而复失。有什么样的心智模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大家想法不一样呢？对社会、对团队、对平台、对系统、对组织、对个人、对家庭，为什么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这想法哪来的？它最深的根源就是你的心智模式。你有什么心智模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而今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有时候你不理解啊，这个人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做的事情不符我的想法？为什么做的事情让我看不惯？你看不惯是因为你的心智模式产生想法，你认为他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但他之所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他的想法是源于内心的心智模式。那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慢慢就会累积成一个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一种固化的一种常态，而这种行为模式最终演变了一个人的习惯。我们说好的习惯能够影响你的一生。有的人之所以产生差错，产生的不想要的、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良、不好的习惯。所以习惯非常重要，而习惯的日久天长的累计，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你的性格，而性格最终决定了什么？对，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决定了你的命运。你看啊，我们现在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链环，从心智到想法，到行动，到行为，到习惯，到性格，到命运。也就是说，你要想改变命运，你要走过这么几个步骤，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性格，还要改变自己的习惯，还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还要呢注意自己的行动，尤其呢还要每时每刻控制你的想法。所以现在啊，很多人遇到了困难，或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就去上课。上什么课呢？我上性格分析，学了堂课很高兴啊，原来我没有赚到钱，我没有改变命运，是我性格的关系，所以一定要调整自己，改善自己的性格。结果过段时间发现他又打回原形。有人说，我现在想改变命运，想提升财富，想提升人的价值，最后他发现说要改变习惯，这个习惯领域要改变习惯，命运就改变了。约他上改变习惯的课程。有的人呢，听别人说你之所以不成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的行为模式不好。所以现在你要学行动成功学，让你的行动每一步都接近你想要的目标，实现你的价值。于是有的人学习行为模式的课程，还有的人说呢，你之所以赚不到钱，是因为你行动差，频率低，动作慢，甚至你不愿意行动。所以如何大量的每天产生行动，一定要学行动成功学。因为很多人去学行动，还有很多人说呢，我跟你讲啊，你之所以不成功，之所以没有赚到钱，是因为你这儿出了问题，就这儿，想法。于是很多人去学想法的课程，结果这些课程都学完了之后回去发现，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改变，财富没有，个人成长没有，命运没有改变。于是就想，到底是什么呢？讲到这里，你看这个链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是什么阻止了你？根源是什么？
你前面都改变了，如果心智模式不改变，行不行？不行。你已经走了很长的一个段路，你已经经历了很多过程，但之所以没有走到改变命运这个环节这一站，是因为你的根儿没有改变。只要根儿没有改变，最后会影响整个的枝干。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要想提升你的财富，要想获得个人成长，要想改变命运，从哪儿着手？对，从心智模式的改善着手，这才是成功的捷径。因为当你改善了自己的心智模式，就走一条成功的捷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我请问各位，成功有没有捷径啊？有的人说有。成功有捷径吗？有的人说没有。成功没有捷径吗？啊，有。那到底有没有呢？谁说成功没有捷径？不走弯路本身就是捷径。所以改善心智模式是你改变命运、提升财富和个人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捷径。这个链环呢，之所以给各位放了这么久的时间，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我希望这个链环呢，能够扎根于心，能够铭记在这里，并且在将来行动当中逐渐的检索。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创造属于我自己的财富，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得到个人的提升，我今天之所以没有改变命运，开始检索。首先检讨什么？你的心智模式有没有改变？如果你心智模式没有改变的话，其他改变了只是暂时的、表象的，而本质不会让你走得更远。那么今天如何改善属我们的心智模式呢？我们要找到逃离陷阱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给各位提供几个常见的，做一个创业者经常容易深陷其中而不得逃离，深陷贫穷而不得富有，深陷平庸而得不到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逃离方法就要改变。第一个，各位请记住，不要用过去指挥未来。过去的许多的事情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的包袱。今天我们很多人得出的定义、假设跟结论，是源于我们过去沉重的包袱。在古代啊，有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两个年轻人，他们想寻找梦寐以求的黄金，于是他们踏上了寻找黄金的人生旅程。这时候他们走了好久的路，突然在路上发现两堆棉花。那在古代呢，棉花可以织布，布呢可以换黄金。于是两个人就背起了棉花，继续朝前走。这时候走了好久的路啊，突然路上出了两堆布匹，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把棉花放下了，然后背起了布。另外一个人想，我棉花可以织布，布可以换黄金，我干嘛再费一次事呢？于是一个人背着布，一个人背着棉花，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很远的路，这时候前面出现两堆黄金，那个背布的人就放下了布，背起了黄金，因为他要找的就是黄金。而那个背布的人想，那个背棉花的人想，我棉花可以织布，我布可以换黄金，我干嘛再费一次事呢？于是在寻找黄金的旅途上走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背着黄金，一个是经历风雨之后背到的逐渐沉重的棉花。故事讲完了，这是我所有听到的故事当中最无聊的一个。但为什么我会记住这个故事？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人都不会放弃黄金去背起沉重的棉花。但我之所以能够记住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告诉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每天你此时此刻所背负的东西，却不像棉花和黄金那样容易鉴别。你在工作当中，在学习里，在创业的人生里，在条条大路纷纷向脚下涌来，是你无法选择的时候，你到底背负了什么？你现在不能放下的是什么？是什么影响你的选择？是什么阻碍了你的成功？我们此时此刻身上所背负的东西，是我们不易识别，而很难放下。所以各位，逃离的方法，第一个，不要用过去指挥未来。每日三省吾身，除了想当天的事情，还回顾一下的以往的岁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发展？然后来检讨过去所有经历当中有哪些是适合现在的、适合将来的，保留；不适合的、阻碍的去掉，果断去掉，不管代价多大，不管有多痛，只要它是人生的无用功，去掉，明天不要去做了。只要这个事儿不能帮你达成目标、实现理想，不要去做了。只要这事虽然自己喜欢、自己爱好，但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不要。不要用过去指挥未来，这是逃离的第一个方法。现在请看屏幕，第二个方法，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这一点呢，对我们非常重要。全面、客观的看待世界。在心智模式里边，它有一个认知系统，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识非常重要。你如何正确的认识你周围的事情？大多数人呢，是心智模式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于是往往用错误的定义、假设跟结论去看待周围世界发生所有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心理学经常讲叫认知偏差。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做正确选择，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第一个，信息不对称，他的信息是局限性的。当你根据局限性的信息所做出的结论，一定是有偏差的，因为你的信息不全面、不对称。第二，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认知偏差。他得到信息呢足够了，足够让他分析得出一个正确的定义、结论跟假设，但是因为他的认知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得不到真正跟现实、跟实际情况发生比较吻合的这样一个结果，于是产生这么一种认知偏差。所以各位，今天啊，真正的做正确的选择，获取你的财富跟成长，一定要客观的看待世界。有很多人不客观，带着自己的心理模式去看待问题，往往会产生一个差错，这是你逃离心智模式陷阱最重要的第二要素。接下来我们看屏幕，第三个要素，双向沟通，智慧选择。很多人呢自己想当然呢，用我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当领导的啊，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某一个群体有权威的人士，往往会借助自己的公开角色来做主观判断。有的人呢，不但主观，还很霸道，这件事我说了就算。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路多，相信我就没错了。所以当情境发生变化，形势发生变化，时代发生变化，如果你单用自己的想法，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不愿意跟大家沟通，不了解别人的想法，你一定会走进自己成功的误区。所以第三非常重要，双向沟通，然后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大多人的生活当中缺乏选择的智慧，其实选是舍的艺术。你要想选择什么，一定要懂得舍弃什么，因为人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有两种思想。所以今天你要真正的把你生命的焦点放在某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你必须去掉那些无谓的选择，不要在生命当中做无用功。最后一个逃离方法，就是要积极主动的寻求改变。有人在生命当中不是很积极，每天抱有消极的情绪，还有很多人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别人推他一把他就向前走一步，不推他就停滞不前。在生活当中，所有那些真正的成功者，最后拥有财富的人，个人价值提升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尽管现在很满意，尽管现在日子过得不错，尽管生活现在可以，但他每一天在想，问自己问题，我哪些可以做得更好，有哪些我可以掌控，有哪些我可以帮到，我还有哪些障碍没有去除，我怎么样做才能使未来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是不可知的，要想战胜不可知的未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得更快，学得更好。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为什么第一个讲要每天学习，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当你学习越知道自己的无知，越学习越觉得世界是广大博深，越学习越觉得自己有盲点误区有缺陷。所以这些真正发现自己身上障碍的人，看到世界之大之美妙无限空间的人，他就愿意勇敢的走出自我，走出自己狭小的心智模式的空间，然后能够改变自己。讲到这里啊，我又想到一个猴子的故事啊。在印度啊，据说人们为了这个捕捉猴子，就做了一种专门捕捉猴子的木笼。这个木笼呢，里边装了很多猴子平常喜欢吃的食物，猴子呢就会伸手进去拿。但当这猴子拿到食物的时候，他的手呢就拿不出来了。如果猴子放下食物，他的手就会拿出来，在人接近的时候都有可能逃脱。但是猴子呢，绝对不愿意放下这个食物，所以结局就是被抓。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我们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虚荣，但有的人呢，放不下自己不好的习惯。有的人改变某一个习惯，但是不能真正的去开放自己。所以在逃离方法当中，我认为这4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那些阻碍你成长、限你财富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找到障碍，叫迎接改变。怎么改变？一个人想改变呢，就要有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方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获得改变呢？还记得第一堂课我们记住了最重要的6个字，也是我反复跟各位强调将来影响你一生的6个字，那就是定义、假设跟结论。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想要你想要的结果，想要赚到钱，想要成功，想要过富裕的人生，想要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但各位请记住，任何你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怎么来的？我们看到量化已经发现了，根源是你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最重要的6个字就是定义、假设跟结论。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是你事先做了个假设，然后你这样去做，于是你终于得这个结果。那就很简单了，你不是想要你的结果吗？你不想过富裕的生活吗？你不想提升自己吗？你既然想要，知道了想要的东西取决于假设，那就很简单吗？换假设，换假设，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当你改善心智模式了，你定义、假设、结论就换了。比如说，现在当下的形势处在了隔离经济，甚至有的了国家和地区处在战时的状态。我请问各位，现在赚钱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对，很多人说不容易。现在团队好不好带？不好带。现在组织好不好拓展？不好拓展。生意好不好做？不好做。你看，这都是你的假设，这都是你的定义、你的结论。当你这样定义、你这样假设、这样结论的时候，最后会变成一种结果：生意不好做，钱难赚。我现在就在家待着。但各位，你知道吗？任何时候都是赚大钱的好机会，任何时候你都有成长的空间，任何时候你都有权利改变你自己。而就在此时此刻，当你们生意不好做、钱不好赚的时候，依然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企业在赚钱，而且在这个关头，有一些行业甚至异军突起。就拿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平台来讲，这个平台的价值逐渐的提升。就拿很多线生意来讲，现在很多线的生意突破了以往的瓶颈，突飞猛进。所以当你认为某些事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有错的定义、假设跟结论，你就得到一个你并不愿看到但无可奈何的结果。但如果你从里面寻找一种机会，改善了心智模式，换定义、换假设、换结论，你就会寻找你想的结果。所以要改变，再次检查这6个字：定义、假设和结论。要改变呢，从哪开始？3个系统。第一，就是你的观念系统。什么是观念系统？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认识到？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价值系统。什么是价值系统呢？就你认为的重不重要，值不值得。第3个呢，就是能力系统。什么能力系统呢？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够达成。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改变，要从3个系统开始。第一，你的观念系统。比如说我要改变，你改变什么？观念。改变观念立即见效，改变观念一日千里。改变观念，人生马上就会翻转。什么是观念？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认识到？比如在当下这个情境，目前全球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看到我第一堂课说的3点？
第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世界统一做了一次健康普及。全世界的人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生命，甚至活下来成为2020年每一个人的第一个目标。那就预示到健康产业在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都会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朝阳产业。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观念有没有改变？第二个，在今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终于认识到自由对我们来讲是那样的重要。所以人们终于了解了，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对他的人生具有抗风险能力。所以哪怕这个事件过去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自由职业者都会有巨大的发展的空间跟前途。这个改变你没有看到。第三，很多人过去辛苦赚到了钱，但是突然一个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天鹅，事情改变了，这个钱就没了。人们突然发现，金钱并不等于财富，财富是时间的概念。什么是财富？当你现在停止了收入，你目前所用的钱能维持你现在生活多少天，就是你有财富。所以第三点发现就是，赚钱的管道比赚钱的本身更为重要。所以现在乃至将来更长的时间，更多的人将寻找具有管道属性的赚钱的生意。而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很多朋友，你今天不就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吗？让你能够建造属于你自己的管道，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你今天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吗？它致力健康，改善生活品质，让人们自由自在的做生意，不受任何限制。这不就是今天你所拥有的东西吗？所以当你的观念改变了之后，结果就会改变。所以要改变，第一个，改变你的观念系统。如果说观念是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认识到，那么价值系统就是说你认为重不重要，值不值得。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没有成功，没有赚到钱？是因为他每天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做有益的事情。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之所以没有赚钱，之所以没有提升，是因为他每天在做他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大多人想退休，在海边晒太阳，无忧无虑的周游世界。当然现在不行了哈。很多人想了很多东西，于是呢，他就提前去享受了，这样永远得不到那个结果，只是某种暂时的时刻，得不到永久的状态。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就做了退休之后的事情。现在各位我们是创业者呀，而且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价值系统非常重要。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什么是你必须做的？你现在要辛苦3、5年，好好的打造你的管道，好好的建造你的生意，好好的治愈个人心智模式，个人提升，个人的改变。3、5年之后，你会具有不同的能量，你会成为不一样的你。你现在每天所做的事情，将决定3、5年之后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价值系统告诉我们，你必须做对你的目标，对你未来的梦想具有生产力的事情。有很多人他分不清，艾米老师，
我觉得我的事很重要，不是你觉得重要与不重要，不是你认为、你感觉、你觉得，是客观评价、市场评估，你今天做的事情跟你想要的理想目标和结果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有没有成本效益，有没有产生作用。尽管你认为重要，如果对结果没有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个就是不重要。不要我认为、我觉得、我感觉。为什么今天很多成功者、领导者苦口婆心跟你讲，你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种事情，你觉得你不情愿，根据个人喜好做取舍，没有达到目标，还不从自己找原因，埋怨他人，抱怨社会，还觉得你很辛苦，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很辛苦了，没有做成，所以不公平，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第三就是能力系统。什么能力系统？如果说关键系统是指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认识到，下面系统是说你认为重不重要，值不值得。那么能力系统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达成。有很多人看到了，认为重要，但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也得不到理想的结果。所以今天要改变，这3点非常重要。改变从何着手？关键系统、价值系统和能力系统。好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圆圈吗？这个图形里边有6个字，这6个字是什么呢？定义、假设和结论。那么今天如何对一件事情具有正确的定义、假设和结论？其实每天各位所接触的东西，无非是3个要素：人、事儿和物。好了，你现在看这个图形那圆圈里面有6个字，有没有看到？你说没事了，你要把重要的东西印到这里，印到这里，有没有字？那6个字什么？对，定义、假设和结论。好了，现在要追到3个要素：人、事儿和物。其实你每天接触的就这3个要素，那你得到某种结果，也取决于你对这3个要素的定义、假设和结论。我记得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经常看那种报道，某某某某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国家财产，被宣传被报道。后来我97年去了美国，99年正式移民定居在加拿大。我来到美国跟老美谈事儿，老美就觉得有点奇怪，他怎么能用人去保护国家财产？国家财产是保护人的。我当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当时呢就跟他解释，我说你不知道，你知道在我们年代中国大陆非常困难，如果某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国家财产，国家财产可以救更多的人。但后来呢，我慢慢理解，当在北美生活发现呢，确实它的排序至少跟我当时那个年代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怎么排序呢？这个物比事儿重要，事儿比人重要。你看很多人会因为孩子做错了事儿，批评他，甚至骂他，甚至打他，伤他自尊。会因为他很多孩子破坏了一个东西骂他、打他、指责他，那就是在你的观念当中，你认为这个物比事儿重要，事儿比人重要。所以来北美呢，我发现很多人觉得人是最重要的，人大于事儿，事儿大于物。当然，今天大家看到了，在疫情期间，人们看到了，人们关注生命，
关注健康，人们终于发现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2020年大多人口号第一个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哈，就活下来，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首先要正确排序，人大于事儿，事儿大于物。这样你在跟周围团队伙伴或者跟社会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尺寸，就知道如何下定义、做结论、做假设。比如我们对人，很多人呢，为什么人与人产生矛盾？说这个人不好啊，说这个人他有错误，这个人不适合我。其实对人来讲，如果你定义好与坏，会引起矛盾；如果你定义对与错，会引发是非。在非原则的事情上，对人最合适的态度是讲适合不适合。可能这个人你不太喜欢，可能这个人你很反感，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你认为他错了，于是你会疏远他，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但如果你下了一个正确定义呢，哦，这个人不适合我，所以对人呢要区分但不伤。有的人针对某件事争来争去的，最后呢大家彼此呢就伤害了，甚至有的人分开了，甚至疏远了。所以我们对事儿呢要明理，但是不争；对物呢要珍惜但不贪。以前我们对一个事物、对人、对物看法，会有我们自己的定义、假设跟结论。那今天呢，我们改变一下，重新来审视，重新换一个定义、假设跟结论，你就会看到自己改变所产的理想的结果。因为你每天无非接触3个要素：人、事儿和物。对人呢，我们要区分不伤；对事儿呢，要明理但不争；对物呢，要珍惜但不贪。那讲这里呢，要给各位揭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去掉障碍，改善行为模式，然后进行改变。改变之后呢，我们对世间3个要素有一个客观正确的定义、假设跟结论。接下来如何赚到钱，如何提升你自己，这是每一个朋友所关心的事情。那么如何提升你的财富与成长？第一点，要理性止损，减少负债。作为一个创业者，不管是传统生意还是小型的生意，还是一个自雇者，哪一种生意形态都没有关系，会产生2个结果。今天你做一个创业，第一，赚钱了，盈利了；第二，亏钱了，负债了，亏损。很多人呢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它的界限，于是一亏再亏，最后呢直到破产。有的人呢本来是已经错了，继续往前推进，最后呢一败涂地。所以真正的提升你的财富与成长，第一，审视你目前跟商业相关联的所有的事情。如果负债了，你要想办法去减少它；如果人是已经造成了损失，你要做一个理性的人，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有一个好的策略。所以第一，要理性的止损，减少负债。第二，人生是一连串无数选择的结果，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某种结果，每一个时间累计，最后都能到达下一个台阶。要想真正到达你想要的成功的目的地，非常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信息对称，认知协调，然后做智慧的选择。
一旦你做智慧选择之后，请记住，很多创业者呢喜欢当领导者，很自我，唯我独尊，我了不起，什么事儿我要从新起头。他自己喜欢拉大旗，立山头。各位请记住，有的时候，当你身边有真正的领导者的时候，你不一定做领导者，不能做挑战者。一开始的时候，尤其开始的时候，放下自我，放下自尊，全面跟随，就是我在总裁班经常说的话，16个字：简单相信，听话照做，跟随系统，全面复制。所以，既然你做一件事情，你已经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智慧的选择，你接下来全面跟随。跟随系统，就是愿意被系统所复制，让你自己成为系统的产品，被复制也是种成功的方法。第3个，系统学习，提升认知。很多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放弃了自己的学习，他把做生意跟学习视为2个事情，他把学校跟社会相脱节，好不容易逃离学校了，好不容易不需要考试了，今天我可以做买卖、做生意、上班赚钱了，太棒了！把书本一扔，从来没有想到学习的事儿。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虽然暂时赚到了钱，但你减少的是你赚钱的能力。所以啊，真正的赚大钱、持续赚钱，一定要记住，要系统学习，提升认知。最后一个，大量行动，永不放弃。今天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除非你去使用它。这个世界呢，不会因为你知道多少给你回报，而是你做了多少。所以大量行动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各位学员呢，在听了我们第1堂课之后，有没有真正行动？我为大家列了几条。你有真正每天学习吗？你有真正的每天思考吗？你有真正每天运动吗？你有真正的结识成功的人士吗？你有真正的大量行动吗？如果你只知道某些事情而不去做，永远不会给你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一个空想家。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要真正的创造属于你的财富，一定要大量行动，还永不放弃。在人生成功的旅途，我们上路了，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障碍，遇到坎坷，而真正的成功者，他是勇于一路前行的人，既或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既或遇到障碍他可以去跨越。所以今天永续的成功取决于你连贯性的行动。你想真正达成每个阶段的目标跟结果，行动对你非常重要，而且你这个行动量呢，要大于普通人，大于常人，要大量行动。就今天你想来展业，你想来把你的生意介绍给别人，别人一天跟1个人讲，你一天可不可以跟10个人讲，叫大量行动。他跟10个人讲，你可不可以跟20人讲，叫大量行动。把每一天时间分成最有效的单元，然后大量行动。比如说现在线下活动受限，你可不可以在线上来做？在线上你有真正大量行动吗？你有每天把关心别人生活关心你自己吗？你有每天去这样不断的跟别人来分享，来讲解你的商业计划，来挖掘别人的梦想，挖掘别人的需求吗？所以当你每天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暂时看不到你想的结果，
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达到理想的成功的彼岸。那讲这里，那各位大家想不想挣钱呢？不强烈，想不想挣钱？想不想？有的人非常想挣钱，大多数人挣到了钱，但没赚到钱。为什么？挣钱并不等于赚钱。你看那挣是怎么写的？对，一个提手，争取的争，是自己亲自的去做某些事情，然后才能得来你想要的东西。自己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的属于你的财富，这是挣钱。那什么叫赚钱呢？你看到赚是怎么写的？一个贝壳的贝加一个尖指的尖。在古代，最早贝壳是代表钱，赚钱意味着用价值的东西，用钱去帮你来赚钱。所以有个权威机构分析了177个百万富翁，发现他们其中3个秘密，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在主业之外，能够兼职的创业，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慢慢变成自己的专职，然后用这个钱去帮你来赚到钱。所以今天很多人挣到钱，但并没有赚到钱。那如何赚到钱？就要用系统方法来帮助你的财富达到下一个层级。做一个连续的创业者，不管你是做传统生意、大型的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是自雇者，只要你创业，就一定要符合上述的原则。我相信在场的很多人呢，都有过赔钱的经历。那为什么会赔钱？如何逃离失败的陷阱？这是我们下一次跟各位探讨的话题。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每一天我们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办好它，让我们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让我们大量的行动，勇敢前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坚守这个平台，能够跟随这个系统，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提升我们的财富与成功。下一次我们来互动学堂再见。